阿广，莫要喝这么多酒。你无需管我，我心里不舒服，让我好好喝几杯酒，痛快痛快。可你在这喝酒也无法解决问题啊。如今太子再获荣宠，你在这喝酒又有何用呢？那你说，怎样才有用？阿广，你仔细想想，太子是从何时起再获父皇母后欢心的？何时？好像是娶了高陵以后。对呀，太子娶了高陵，高炯变成了太子的岳丈，自然是帮衬着太子的。而那高炯自小便与父皇母后相识，又位居左仆射，说话很有分量。你想啊，若是高炯常在父皇母后身边替太子说话，那自然父皇与母后会对太子有所改观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也需去找个有力的支持者？妾身正是此意。好是好，只不过在父皇母后心中，恐怕没有一位朝臣的分量能超过高炯。即便差一些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是愿意支持你的，并且有智谋的，妾身认为便是最佳人选。我一向觉得晋王你志向远大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认命之人呐！你的意思是，本王比太子还值得你跟？在我看来，确实如此。有了，此人虽未必及得上高炯的分量，却是个有勇有谋之人。你说，那高炯，不就是仗着早年与皇帝皇后交情好，才坐上左仆射的位子？若真论才能，我杨素哪点比他差？是，但你如今的官位也不低了，你该知足了。妇人之见，我既不比他差，那凭什么啊，便要比他低一头，让他压着我？怎么说也得平起平坐。那高大人毕竟是太子的岳丈，品级比你高一些也在理啊。提起这个我就来气。你说你啊，给我生了那么多儿子，一个女儿都没有，我这想做皇帝的亲家都没机会。酒还没喝多呢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与我有何关系？反正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那高炯总在朝堂上压着我？郎主，晋王派人来，请您过府议事。晋王？杨御史，晋王已在里面等候多时，请。为何不带路？杨御史，晋王只让您一人进去。拜见晋王殿下。杨御史，快请坐。
杨御史，自上次从梁国回来之后，我们还未一同喝过酒呢。是啊，想起那段与晋王在梁国的日子，倒是颇为怀念呐。本王何尝不怀念呢？记得那时我们常在一处喝酒。杨御史，你可还记得你同本王说过的话？哎呀，微臣记得同晋王说过很多话，不知晋王指的是哪一句呀？你说本王比太子更值得你追随。不知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啊？这是微臣的心里话，无论何时都算数。好，我就知道没有看错人。晋王，您终于明白不能认命了。本王为何要认命？命都是自己争取来的。杨御史，本王知你心中自有一番雄伟抱负，但却一直不得施展。为何？因你前面有高炯，有他在一日，你在父皇心中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超越他。这点你可清楚吗？是。而若将来太子登基，你更无法超越他，因为他是太子的岳丈。是。但你的才能并不比他差，凭什么他这一辈子都要在你之上？如同本王的才略，与太子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因他是长子，便能顺理成章继位。凭什么？晋王的意思，微臣都明白。当然，若夺位成功，杨御史便是最大的功臣。高俅的位子，自然是你的。看晋王您说的，您以为我是为了名利才支持晋王您的吗？我是当真觉得晋王您才干出众，屈居为王，未免太委屈了。那杨御史言下之意是同意了？岂有不同意之理？啊，只不过太子毕竟是嗣子，若不犯什么大错，想要废他难。那我们便让他犯错。是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没事。我的，给我来一个。来，慢点。再给我来一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多谢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救我命！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免礼。谢皇后。继续派吧，大家还等着吃呢。是。母后，我们都查清楚了，这些难民皆来自于陈国。来一碗。陈国？我还以为是大隋哪里出了天灾人祸，才涌来如此多的难民。可知为何这些陈国的难民要到我大隋来？据说是因陈帝陈叔宝上位以后，喜奢华，大兴土木，不理朝政，又苛捐重税，不顾百姓死活，
陈国百姓的生活是一日不如一日，最终许多人竟到了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境地。这个昏君害得百姓好苦。可怜了这些百姓都生在了陈国，若是在我大隋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是啊，他们也知道我大隋国强民富，所以皆蜂拥而至。让这些人成为我大隋百姓又如何？啊！这陈叔宝的所作所为，朕一向是清楚的。朕一直等着他被陈国的百姓背弃，只是未曾想到这一天这么快便来了。陛下，您不是一直说朝臣们皆上奏要灭陈统一南北吗？如今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其实灭陈一事，朕心中早有盘算，只是师出须有名。即便陈国烂如庸居，那也是陈国自己的事，我们就这样贸然地攻过去，似乎有些不妥。陛下，师出有名，这个名还不是靠别人说的。伽罗，你又有什么好主意了？陈叔宝自登基以来，生活奢华，横征暴敛，搜刮百姓，宠信奸佞，枉杀无辜。据说他曾为了讨美人欢心，进阶戒严，实在荒谬。他身边的正道人士纷纷弃他而去，如今朝中只剩下一些奸佞。若说起他的罪过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。伽罗，那你的意思是？陛下，你说若让陈国百姓皆知其所犯下的这些罪过，那将是何种局面？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陈国百姓，若看到这些他们想说却不敢说的心声，想必会民怨四起，更加痛恨陈叔宝，必定民心浮动。若是朕将陈叔宝的罪行一一记下，散布到陈国各处，那我们出师前往陈国的军队变成了讨伐昏君的正义之师，届时陈国必定人心瓦解，难以抵抗。正是如此。好你个伽罗，你真是朕的智囊啊！陛下，这一战关乎南北统一，对国家对百姓皆是一场关键之战。臣妾打算离宫几月，去寺庙为陛下为国家祈福，愿佛祖保佑我大隋迎来广阔盛世。陛下，为何突然烦忧啊？朕此次出征，广儿必定同去。这朝中可不能无人主事，眼下只能让太子监国。只是这太子，朕真是对他不放心呐。永儿自从娶了灵儿以后，的确进步不小，最近也没有再出什么荒唐乱子，他是真的成熟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朕这心里始终是惴惴不安，生怕他又惹出什么祸事来。陛下，孩子们尚需时日慢慢磨砺，我们静候他们成长吧。近日陈国难民一事，相信众卿皆已有所知晓。如今陈叔宝不过盘踞首长之地，但其欲望之深，却胜过山谷沟壑。现如今，陈国的大街小巷，皆被其搜刮一空，横征暴敛，穷奢极侈，诱斩直言之客，灭无罪之家，剖人之肝，分人之血，上负苍天，下欺百姓。为攻其奢靡之风，不惜出动军力敛财。自古以来的昏君，恐怕没有几个能与之相提并论。故而，其身边的正人君子纷纷弃他而去，就连寻常百姓亦投奔我大隋而来。众卿且说说，如今这情形，我大隋应当如何应对啊？回陛下，臣弟自作孽，天当灭之。如今我大隋若派兵前去伐陈，
便是助天取道。臣提议，即刻出师伐陈。是啊，天当灭绝之好啊！对，应该如此。即刻出师伐陈。好。不过朕以为，陈国境内百姓虽是怨声载道，不过民怨尚不够沸腾，故而朕决定立刻下诏，隶属陈叔榜20宗罪，表朕肃清陈王王朝之贪腐，以救陈国百姓于水火之愿。此诏书复写30万份，发放至陈国境内。届时，我随军入陈，想必定会人心所向，势如破竹。你父亲近日还是操劳国务，我劝他歇息，他也不肯。不过还好，允儿近来懂事多了，这也多亏他娶了灵儿。灵儿这孩子啊，性格虽是率真爽朗，不拘小节，但其为人处事却很通彻。允儿也很喜欢他，所以如今东宫总算是不再闹腾了。广儿与强儿一向恩爱有加，强儿那孩子可聪慧了，时常给我们许多建议。母亲相信他将来定是广儿的贤内助。如今大隋国运兴盛，你的兄弟们也都找到了所爱之人，母亲心里总是觉得欠着你。母亲不希望你在此处孤独终老，所以母亲最近在想，或许可以为你另觅良缘，找一个人疼爱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独孤伽罗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管我，不要同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不想听。丽华，独孤伽罗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母亲，这也是为你好吗？你做事总有你的道理，为家族好，为他人好，为百姓好，为国家好。可你自以为的好，并非所有人认为的好。你快走吧，不要再逼我。再逼我，我便死给你看。那好吧，母亲走便是了。自广散诏书于陈国各地后，朕听闻，如今的陈国已是群民激愤，皆盼我随军入陈。因此，朕决定御驾亲征，与众将士共同伐陈。陛下，我朝军士本就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如今陛下又是御驾亲征，更为大军增添神力。我军必定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灭陈指日可待。只是朝中不可无主事之人。朕决定由太子监国，留在朝中的大臣须得尽心辅佐。是陛下。谢父皇信任，儿臣定不辱父皇圣命。主仆射，臣在。你且将近日在千秋殿商议的伐陈谋略路线及安排，同诸位说一说。是。由长江上、中、下游分8路南征陈国，中上游需3路，由我荆州刺史吴仁恩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屯汉口，
以阻挡中游陈军支援下游陈国国都建康。下游共需5路，其中3路以陛下为主帅，魏王以及泸州总管韩擒虎、梧州总管贺若弼协助专攻建康。一路由晋王杨御史、冀州刺史王世基攻九江掩护主军，另一路则由青州总管晏荣深入三吴之地，支援主军。陛下，8路大军共需50万兵力。50万兵力伐陈，必当势如破竹。南北统一大业，众卿将指日可待。陛下，臣弟有话要说。说。为何此次的伐陈大军中，并无臣弟？朕只是怕有人不希望你去。陛下，那都是妇人之言。臣弟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会贪生怕死？这将是统一南北的重要一役，连陛下都要亲自出征，臣弟又岂能在大兴城坐望？臣弟只盼能出一份绵薄之力，还望陛下成全。好吧，那你便同朕一路。谢陛下。你为何要主动请缨前去伐陈？我为何就不能去？你不能去。只要一想到我之前的梦魇，我就害怕。你也说了，那只是个梦，梦都是假的。可梦有时候就是预言。蓉儿，这大隋是我杨家的王朝，如今眼看着伐陈成功，便能一统南北。可是，蓉儿，你不就是担心我出事吗？我杨家满门忠烈，我也曾上战场数次，不都好好的？更何况，此次是皇帝亲率50万大军出征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此次隋伐陈只有胜没有败。好了，放心。你真的下定了决心要去？那是自然。好，那你答应我，若两军一旦交战，你能躲多远就躲多远，千万自己当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看，这是父亲生前赠予我的一柄短剑。这柄剑陪父亲打了无数的胜仗，我如今将它带在身上。父亲若在天有灵，定会护佑我的。我也会为你祈福。公元588年，即隋开皇8年，隋文帝御驾亲征，大举伐陈。大军从长江中下游分作8路进攻。受陈叔宝20宗罪的诏书影响，陈国民心瓦解，大军所到之处，如风卷残云。
么穿个衣裳也这么慢？耽误本宫多少时间？殿下，这是妾身特意为你新制的朝服，你看，多好看呀！只是穿戴起来有些许麻烦，马上便好了。别着急，马上便好了。父皇如此信任我，命我主持朝政，何况还有诸多政事要议。殿下生得俊美，其实无需着穿戴繁琐的华服点缀，只需要穿着舒服便好。你懂什么呀？殿下是储君，如今又代理朝政，自然要穿得得体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，穿戴一点不似东宫之人？行啊，穿件衣裳也能吵，快点吧。太子这么早便来了，快快快！快点快点！臣等参见太子殿下。仲卿，本宫不是说过今日政事繁多，让诸位早些到吗？怎么一个个皆迟到了？回禀殿下，臣等比平日早来了半个时辰，改日一定再提早些到。行了行了，今日有何议题啊？回殿下，黄河水患亟待重新想办法解决，前些时日提出的方案似乎并未起到效果。那仲卿可有什么好提议吗？殿下，不好了！云兆训突发恶疾，情况危急。什么？早上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会突发恶疾呢？今日便先到这儿吧，快走！臣等恭送殿下。你不是突发恶疾了吗？这不是好得很吗？殿下，突发恶疾又突然好了呀，看来殿下对妾身很是挂怀。你看看，都急出汗了。你这是胡闹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殿下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也是为了眼儿啊。眼儿见不到你总是哭，妾身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。你可知你耽误了多少国家大事？哎，殿下，你此刻回去，那些朝臣早就已经走了，明日再议也不迟啊。殿下，哎，眼儿，你看谁来看你了？快叫父王，乖。他会说话吗？他会，妾身今早教他的，是不是啊，眼儿？父王，殿下听到没？他刚才叫我什么？他叫你父王。眼儿会叫父王了？妾身说的没错。殿下，你不是进宫议政吗？怎么在这里？本宫。殿下是特意来看我与眼儿的。看你们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眼儿会叫父王了。是我派人将殿下叫回来的。什么？殿下，你不理朝政，就为回来听眼儿叫你一声父王，你怎么对得起父皇母后，还有那些朝臣们的信任啊？他胡闹，你也跟着他胡闹吗？高陵，你别太嚣张了，殿下也是你能教训的吗？我还未说你呢，你身为殿下的妃嫔。不尽心尽力帮助殿下也就罢了，竟让殿下做出如此不顾大局之事。若传出去，你可知此举会毁了殿下的前程的？你别危言耸听，并非我危言耸听，而是你见识浅薄。你就是嫉妒殿下对我的好。我嫉妒你，哈哈哈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你就是嫉妒我。我没有，你有，我没有，你就是有。够了。没想到健康城外的抵抗会如此顽强，真是哀兵气壮。我们是否该暂时退守，等援军到来以后再做打算？陛下，
我们好不容易才接近了健康，虽然暂时未讨到什么便宜，但也给他们造成了重创。若是此时退守，岂不是给了他们休整的机会？何不一鼓作气，直取健康？陛下，便由臣弟领兵出杀，臣弟必杀出一条血路。陛下，军情紧急，耽误不得呀！好，众将士听令，尔等随杨省将军一起杀过去。是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陛下，我也要去。你且等等，一会儿与朕一同杀过去。四弟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帮我告诉你二嫂，我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弟，二哥！晋王妃拜见蔡王妃。若我没猜错，晋王妃想必也是来看妍儿的吧？是，听闻妍儿会说话了，我这个做婶婶的，定是要来看看的。行，那我们便一道走吧，请。太子殿下，这妍儿是睡着了吧？妍儿刚睡下。你们太客气了，看看孩子便行，还备什么礼呀？都是一家人嘛。这听闻妍儿会说话了呀，我与晋王妃便略备薄礼来看看孩子，这都是应该的呀。没想到太子也在东宫，妾身以为您定是在宫里操劳政事呢。殿下特意来看我一眼。今日的政务已处理完毕，所以回来的稍早些罢了。可见殿下果真是治国英才，这处理起政务来得心应手。得父皇信任，让本宫监国，自然不敢怠慢。每日皆是寅时便起来做事。监国辛苦，殿下也要注意身体才是啊。殿下这件朝服做得如此华美精致，想必一定是绣工高人所制吧？这件衣裳是我做的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是否与殿下的王者气度很是相称？是，殿下穿上这件华服，更显得贵气十足。姐姐手巧，令妹妹好生羡慕呢。若让皇帝皇后知道，他们不在，你们便如此奢华，定有你们好看的。太子，王毅私勋求见。宣他进来。是。拜见殿下。免礼，起来吧。回殿下，臣不敢起。这是为何？殿下让臣等想法子解决黄河水患，臣未能办妥，无颜面对殿下。怎么回事？快起来说。谢殿下。臣本想进临直馆查阅遭水患州郡的资料，不料却被临直馆的人阻拦，不让臣进去查找。
臣百般请求，他们仍是不允。啊，就这事儿？那林之管近来有批摄密书卷，要整理后搬走，此乃父皇临走前下的命令，不得随意进出。你若需要什么，我派人给你送过去便是了。是。殿下，有些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快说。臣说是殿下让臣去的，结果他们却说什么？他们说殿下又如何？又不是皇帝。他们当真这么说？是，臣不敢欺瞒殿下。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。殿下是一国储君，如今又是监国，他们竟如此嚣张。若是传出去，殿下怕是威名扫地啊。是啊，这一个小小的林直馆的官员都敢藐视殿下，只怕日后那些朝臣更不会将殿下放在眼中。我看得好好惩治一番，以儆效尤才是。王毅，在。本宫授你一块令牌，日后那林直馆你尽管去便是。再有妨碍公务者，杀无赦。是。公元589年，即隋开皇9年，隋大军攻陷陈国国都建康城，长驱直入，直捣皇宫，抓获藏匿于枯井中的陈国国君陈叔宝、公主陈婉仪。陈叔宝投降，陈国灭亡。这场南北朝末期统一南北的战争宣告结束。一统天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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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统天下。这大隋是我杨家的王朝，如今眼看着伐陈成功，便能一统南北。蓉儿，你不就是担心我出事吗？我杨家满门忠烈，我也曾上战场数次，不都好好的？更何况，此次是皇帝亲率50万大军出征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此次隋伐陈，只有胜没有败。我早就让你别去的，你非得去。二郎，这只是杨戬与独孤伽罗的王朝，你操什么心啊？你操什么心？现在好了，你这一走，我们俩便天人永隔了。定是他们让你去冲锋陷阵的，对不对？为何去的不是他们？啊，死的该是他们！二郎，他们害得我一直想家破人亡，害得我父亲自尽，如今连你这个亲弟弟，他们都不肯放
道，他们为的只是自己，他们想雄霸天下，想称皇称帝，送的却是你的命。你放心，我定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来来，本王再敬诸位一杯。敬晋王，晋王。此番我随国大军一举灭陈，晋王战功赫赫，一班师回朝，便被晋封太尉一职。这乃是皇帝对晋王的赞赏与器重。你们也知道，自父皇确立3省6部制以来，决策权已转移至中书门下，行政权又在尚书6部手中。太尉虽是3公之一，品级虽高，却无实际职事。晋王此言差矣。太尉一职虽无实权，但与3省长官一样，位同相职。正如杨御史所言，皇帝对您的器重，可非同一般呐！正是此意，尤其是等……停！你们先退下。尤其是等太子所犯的错被皇帝知道了，这两相对比，皇帝的心会偏向谁，定是没有悬念了。是啊，那耿康是皇帝的旧识，深得皇帝器重信任，竟被太子手下之人杀了。如今皇帝刚回朝，相信很快便会知晓此事。这一次，太子怕是有口难辩了啊！那王毅表面上是太子的人，其实却是我们的人。耿康一事，他是关键人物，务必让他谨慎应对，切不可将我等牵连进去。晋王放心，我会好好交代的。此番能成功蛊惑太子杀耿康，除去王毅外，晋王妃功不可没。晋王妃聪慧，在紧要时刻能助晋王一臂之力，这一点倒与皇后颇像啊！母后岂是旁人能比的？就说此次灭陈一战，虽说父皇御驾亲征，运筹帷幄是大胜之关键，但母后献计在江南一带广发陈叔宝20宗罪的诏书，扰乱陈国民心，亦对大胜颇有助益啊。是啊，自我大隋历朝以来，皇帝与皇后携手并进，使得国愈强，民愈富。如今更是一举灭了陈国，结束了近400年的南北纷争，此乃可载入史册之创举啊！皇帝皇后正如圣人一般，乃是百姓之福啊！父皇母后若真你这样说，心中必定高兴啊。那便让皇帝皇后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天下百姓受皇帝皇后庇护恩赐，得以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，众人感恩戴德，故尊称皇帝皇后为圣人。但是，务必让皇帝皇后知晓，这尊称的起源，乃是晋王的一片赤诚、孝心。好，到时皇帝皇后定会欣慰于晋王的这份孝心，如此胜算便又大了几分。
好，本王再敬诸位。晋王请。请。诸位大人请。灭陈之后，杨广等人暗中策划，借众人之口，奉承杨坚与独孤伽罗，称杨坚与独孤伽罗为圣人，并尊帝后为二圣。如今陈国的君臣皆已被送到大兴城，陛下想如何安置他们？德才兼备者，则留用于朝中；年老者赠其钱财，让其安享晚年；年轻者给其营使，让其自力更生。逢年过节稍加赏赐即可。那陛下觉得陈叔宝是可用之才，还是无用之人呢？他自是无用之人了。但他尚算年轻，难不成也要让他自力更生？这个嘛，皇后有何想法？陈叔宝虽是亡国之君，但也曾是一国之君。若是能厚待他，使陈国的百姓看到陛下的宽厚之心，想必陈国的子民会更安心地归顺于我朝。其实陈国的百姓，朕并不担心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有心归顺我大隋。朕担心的是流窜在江南一带的陈国余孽，他们不会甘心归附，恐再生事端。所以更要以宽厚之心对待陈国的那些旧人，一方面感召余孽，另一方面凝聚人心，让那些有野心之徒不敢轻举妄动。朕心中有数了。参见陛下皇后。儿臣拜见父皇母后。免礼。陈公，初来我大隋，一切可还适应？自是适应。陛下厚待礼遇臣，又赏赐臣诸多物件，每日还有美酒作伴，与我陈公并无差别。陈公一切适应便好，朕还担心呢。陛下是担心臣因做了亡国之君，因心中岐黄难受吧？实不相瞒，这陈国亡了，臣心里顿感释然轻松。您为何会顿感释然轻松呢？因为臣本身便不想做这个皇帝，是宿命将臣推向那个帝王之位罢了。臣一向只想每日作诗，赏玩音律，若再有美酒美人相伴，那便是人间仙境了。身居帝位，操劳天下诸事，这于臣呐，太过沉重了。其实朕呢，本欲封陈公一官半职，但又怕陈公忙于政务，过于操劳。如若朕不给，又怕天下人说朕薄待了陈公。陛下，在其位便得谋其职。既然陈公不想谋政，那不如陛下给封个待遇丰厚的闲职好了。陈公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谢陛下。好，太子，便由你好生招待陈公，记得务必要厚待礼遇。是，父皇。
陈公啊，殿下，看来是本宫欠思量了。本想着您远离故乡，必定思念，因此想以这故地之舞曲战舞，以解您乡愁。没想到惹您感伤了。不，殿下的心意臣都明白，只不过这战舞啊，从之前臣便不喜欢。为何？是啊，本宫听闻江南的将士皆偏爱这舞曲，每上战场前都要听一曲，据说能给他们带来力量。本宫还以为因亡国一事，您心中必定颓唐，想以此激励您一番。殿下真是有心了。哎，能如此对待臣的，如今怕是只有殿下您了。但是此舞曲呢，意在激励人们去战斗，而臣平日最不喜欢的便是打打杀杀，所以说这舞曲臣也便不喜欢了。陈公这番话，本宫亦是感同身受。来，我们接着喝，接着喝。来，殿下，今后啊，咱们要多多切磋才是啊。陈公，您的住所与本宫比邻，日后多来往便是。是，定要常来常往。你我呀，算是知音了。殿下您既爽快又耿直，您这位朋友臣交定了。来，殿下，臣再敬您一杯。来。自太子一事后，后宫流言四起，朝臣亦以他推己，故纷纷上奏，表皇后外御朝政，内擅宫闱，怀嫉妒之心，须嫔妾之位，不涉三妃，请求皇帝充实后宫，开枝散叶。陛下，皇后带人来了。所带何人？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这些是臣妾特意为您甄选的女子，她们均出身世家，品貌出众，德行兼备，相信定能好好的伺候陛下。皇后啊，你竟因那些风言风语，便要给朕填充后宫，你忘记朕对你的承诺了？这辈子有你，足矣。可是陛下，没有可是。宝贵，你去打点一番，将他们都送回家去吧。是。陛下，不可。有何不可？皇后，若是其他的事情，朕都由着你，唯独此事，你做不了朕的主。将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二位请吧。陛下，其实那些朝臣们所言并没错。这自古君王，其他君王如何，朕不管，但朕有朕的原则。朝臣们的意见，朕自会处理。姑姑，何事非得到这隐蔽之地说？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这么小心翼翼，定是为了复仇大计。那还用说？如意，我问你，你觉得杨坚对独孤伽罗如何？如今世人皆知，杨坚多爱那独孤伽罗，为了他，旁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。那若是有一个男人爱你，如杨坚爱独孤伽罗那般，你会开心吗？姑姑突然这样问，有些莫名啊。你先回答我。若真有男人那样爱我，我自是会开心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应当会很骄傲吧？
觉得自己甚有魅力。那若是有一日这个男人他不爱你了呢？或是他违背誓言，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了呢？若是那样，我自是伤心欲绝，犹如天塌下来一般啊！这就对了，我们便是要让独孤伽罗的天塌下来。只要他的天一塌下来，那么阳间的天也就顶不住了。可是要如何让他的天塌下来？姑姑是说，让阳间背叛他。这主意虽好，可今日你也看到了，阳间他根本不理会别的女人啊。那是因为那些女子平日没有机会接触到阳间。我就不相信，它是道密不透风的墙。只要我们能找到合适的女子，定能达成我们的目的。可是，这哪有合适的女子呢？姑姑，我可不行。你怎么不行啊，如意？你如今年岁尚轻，模样亦是别有一番看头。我并非说这个，阳间他比我年长那么多，更何况他与我母亲青梅竹马。不行不行！青梅竹马又如何？他们俩又并非那种关系。如意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尉迟家的仇恨了？启禀皇后，前尘公主陈婉仪来了。民女陈婉仪拜见皇后。免礼。谢皇后。赐座。谢皇后。这是本宫亲自为你做的桂花糕，你尝尝。谢皇后。花香清雅，余味留醇，味道很是特别，使婉仪想起了年幼时母亲经常为我做的糕点，只可惜，后来她去世了，我便再也没有尝过这个味道了。你若喜欢，本宫可以教你做；你若想母亲了，便可自己坐下来吃。这食物不仅是用来饱腹的，有时更是感情的寄托。谢皇后。婉仪进宫时，听人们说您为圣人。才德全尽谓之圣人。婉仪心想，这世上真的会有圣人吗？如今亲眼目睹皇后雍雅风度，才知人们所言不虚。人总有缺点，又哪儿会才德全尽？圣人之称，不过是众人抬举本宫罢了。无论如何，从此刻起，皇后便是婉仪心中的圣人。若皇后不嫌弃，婉仪愿追随皇后，伺候皇后。伺候本宫？你可知道，在这皇宫里做事很是辛苦，况且以前你受人伺候，日后让你伺候人，对你岂不是太委屈了？本宫原想待你年纪稍长，便为你觅个好夫婿。皇后的好意，婉仪心领了。可是婉仪不怕累，还望皇后成全。那你告诉本宫，你为何执意想追随本宫？婉仪知道陛下、皇后心胸宽广，善待陈国上上下下的人。可是，作为陈氏家族之人，
眼看国家败在我们手中，心中难免愧责，因此不愿再坐享福禄，希望凭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，以减轻心中罪责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觉悟，且敢想敢言，坦白率真。好，本宫便成全你。谢皇后，婉一定不负皇后恩德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你初到宫中，不如就先为本宫念书吧。本宫近日看书看得眼睛有些疲惫，总想找个人替本宫念书，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不如以后你便替本宫念书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婉仪愿意。那好。拜见陛下。左仆射免礼。你给朕跪好了。父皇，我看看你做的好事。朕命你监国，你竟然将朕的耿康给杀了！啊？怎么？父皇，不要叫朕父皇！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想当年在定州，耿康帮了我们一家人多少忙。后来进了临直馆，更是将馆内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你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理由可以把他给杀了？若非朝臣上奏举荐临直馆的人选，朕至今都不知道耿康竟然已经死了。父皇，儿臣也曾与耿康共事过，与他一是有感情的，又怎会真的想杀了他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好，你倒同朕说说。是什么天大的误会，让你可以滥杀人臣？儿臣，是那王毅说，他欲进临直馆，查阅水涝泛滥之地的资料，却被耿康以涉密为由阻拦在外。可当时灾情紧急，王毅一时心急，两人便吵了起来。谁知愈吵愈烈，最后打了起来。没想到王毅一失手，便杀了耿康。太子，你是监国，若没有你的授意，那王毅敢乱动手吗？朕可听说，那王毅的手中有你给的令牌。你不要以为你不说实话，朕就查不出来。若待朕查清真相，你便再无机会辩驳了。太子殿下，这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赶紧向陛下说明啊！你若有苦衷，陛下定会谅解你的。快说！据王毅说，耿康说是儿臣命他去取资料，又不是父皇让他去取，故将王毅拒之门外。儿臣认为他藐视儿臣，这一气之下将令牌给了王毅。儿臣说，若耿康再出言不逊，便可以惩治。儿臣也没想到王毅竟失手把他给杀了呀！你竟敢滥用法度！太子，还有什么荒唐事是你做不出来的？皇后虽宠着你，可你再三的令朕失望。今日，朕若不惩治你，你日后必将更加无法无天。陛下不可呀！有何不可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陛下，话虽如此，但我们如今当以大局为重啊！眼下我们刚灭了陈国，江南一带政局尚未稳定，
若再将太子推入是非中心，那难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啊。况且太子只是让那王毅惩之，未让杀之，没料那王毅竟将耿康杀了。若真定为下令杀人，到时将此事闹大，恐怕会对太子殿下的声誉不利呀。到时这朝堂内外又要引起风雨了。那左仆射以为该如何处置呢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便只能将王毅定为失手杀人，并依法惩治。耿康为人刚直不阿，为朝廷鞠躬尽瘁，陛下可以后续其家人，以显皇恩。后续，那是自然。眼下也只好这么办了。你给朕滚回东宫，静思己过，滚！是，父皇。竟将令牌赐予王毅，让王毅惩治，那王毅定是狐假虎威，才敢下此狠手杀了耿康。若非高炯替他求情，朕恨不得立刻将他与那王毅一起抓来问罪。陛下，永儿的本意并非想让耿康死，这其中定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才会闹到这一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替他辩白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他监国期间，朝政被他治理的是一塌糊涂，水患也未能根治，淹死了不少沿河居住的百姓。朕如今对他，是失望透顶。陛下，永儿此番第一次监国处理政务，难免会做得不够好。若你慢慢教他，他定学得会的。慢慢教。陛下，臣妾觉得高大哥说的对，以眼下的情形，实在不宜将太子推向是非中心。臣妾听闻江南一带还有些小郡尚未投降，陛下如今要处理的事务很多，实在不宜让人觉得太子之位岌岌可危。皇后啊，皇后，溺爱后患无穷啊！你一向聪慧机敏，为何在此事上如此执着？朕不相信你看不清楚、看不明白。正所谓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将天下给他，你能安心吗？大郎，从何时起我们变得如此没有默契？你还懂我，我还懂你吗？好了好了，太子。哎呀，好了，别扔了。你说王毅也是，太冲动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也是的，你怎么能将令牌给别人呢？哎，如今把你自己也牵扯进去了。我那日也是气昏头了，稀里糊涂便给他了。到底发生了何事啊？那日王毅找我说，他想进林芝馆查资料，却被耿康等人拦在门外，说是太子之令又如何？又不是父皇命他去的。我一生气，便下令杀无赦了。你糊涂啊！你怎能下令杀无赦呢？那我当时也是被气的嘛。谁知王毅竟当真了呢？那日的情形到底如何？你现在详细说与我听。那日，二叔母与晋王妃带着礼物来看眼儿，原本我们聊得挺高兴的，还聊了些我处理政务之事。恰巧王毅前来禀告此事，我便将令牌给他了。可是四叔，我虽有错，但耿康便没错吗？我乃堂堂太子，他却直言，若我去了也未必能进，连夫人都知道，他这是在冒犯我。
我若不惩治他，那往后谁还瞧得起我呀？夫人，就是二叔母与晋王妃，他们说要严惩耿康，如若不然，日后朝廷上下无人会服我。说杀鸡儆猴。你身为太子，竟然连一点主见都没有。行了，我已知道自己错了。幸好眼下父皇并未追究，皇帝是为了顾全大局，稳定朝堂。此事若是真追究下来，恐怕你……罢了，你说说你好不容易重获皇帝信任，你怎么又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行了吧？我与陈宫还有约，我先走了。阿勇，自灭陈以来，江南一带连续出现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，倒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。但此次在大兴城附近的同州也发生了叛乱，这实在让人觉得意外。摸清楚对方的底细了吗？可是陈国旧人在背后作乱。回陛下，臣已经派人前去打探了，相信这几日便会传来消息。高仆射，无需打探了。昨夜我已收到消息，此次同州叛乱与陈国旧人并无干系，倒似乎与周国旧人有关。周国旧人？谁？消息是否可靠？回父皇，儿臣已派人前去确认，应是与宇文家族的几个余孽有关。他们似乎是想要复辟。复辟？真是阴魂不散。陛下，臣猜想，他们是想借江南一带局势不稳，趁机作乱。臣等愿意前去扫除余孽。好，那朕便派你们3人一同前往同州查办，务必要查清楚这个幕后之士到底是谁。是陛下。婉仪呀，辛苦你了。可以了，本宫已觉得舒服了许多。没事，皇后。您这些日子身体不适，心情亦不爽利，倚靠床榻的时候居多，要经常像这样敲打揉捏，筋骨才能畅快。这些天有你们的悉心照顾，本宫已觉得精神好多了。呀，皇后该喝药了，婉仪去端药。新兰在，你同婉仪一起去。是。皇后，您可知我为何要让新兰跟着婉仪一起去？为何？皇后不觉得婉仪对您太过贴心了吗？有些时候甚至比新兰这个跟了您多年的旧人还要贴心细心。蓉儿有话不妨直说。皇后，她毕竟是亡国公主，她与您非亲非故，为何对您这般好？皇后一向聪慧，难道不宜有她？婉仪啊，这些日子，本宫发现你既聪慧又体贴，还能干。你对本宫如此贴心，我还在想，该如何赏赐你呢？婉仪无需赏赐，婉仪从皇后这里得到的已经够多了。皇后待我好，供我吃穿用度，我从皇后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若是婉仪再要赏赐，那便是贪心了。
你这孩子，总是能让本宫无言以对。是谁让皇嫂无言以对啊？皇嫂，您好些了吗？嗯，那就好。您若是再不好起来啊，皇兄每日上朝时都会走神呢。哎，对了，皇嫂，今日叫我来有何事啊？四郎，你陪本宫出去走一走吧。皇嫂，您这身子……无碍的。这几日老是躺着，若再躺下去，本宫都不会走路了。好。蔡王妃觉得陈婉仪对我太过殷勤，怀疑她是有意接近我，目的不纯。四郎，你有何看法？倒也有这种可能。陈婉仪一个亡国公主，有亡国之痛，她想报这亡国之仇，也未必不可能啊。陈婉仪这孩子聪慧，我倒是很喜欢。但今日经蓉儿一提醒，我倒也开始揣测，她是否会有所图。她同我走得颇近，知道宫中诸多事情。若她与人勾结，制造事端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听皇嫂一番分析，我突然觉得这个陈婉仪似乎并不简单。眼下也只是猜测，在事情尚未查明之前，我们还是不要随意怀疑他人。嗨，你们呢，身居高位，猜忌是在所难免的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哦，对了，太子此前似乎是受了二嫂与晋王妃的怂恿，冲动之下才将那令牌交给了王毅。但是他没想到王毅竟真的失手杀了耿康。哦，还有啊，今日早朝之时，我看那王毅似乎对晋王去调查叛军一事反应颇大。我看这个王毅啊，定有古怪。蓉儿，晋王妃，你去好好调查此事。尤其是那王毅，切勿被人发现。这件事情暂且不要告诉陛下，他本就事务繁多，不要拿这些事情去烦扰他。好，皇嫂放心，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这王毅是永儿的心腹近臣，那永儿……哎，皇嫂，您就不要多想了。永儿怎可能跟叛军有关呢？也是。哎，年纪大了，胆子却小了，听风便是雨。子谦，同州刺史元勋拜见晋王及大人。同州城内情况如何了？回禀晋王，情况不妙，叛军如今已占据阜阳，意图控制同州。我手下的兄弟都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城来的。想不到他们如此狂妄，竟敢占据府衙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叛乱？杀！不好了，将军！怎么回事？隋军来了，他们人多，我们挡不住了。将军，该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撤吧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能如此了，走！快！想跑，晚了。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殿下，末将觉得有些蹊跷。此次平定叛乱，似乎太过顺利。叛军虽人数众多，但排兵部署犹如一盘散沙，毫无章法可言。此次平乱的皆是我大隋精锐，自然摧枯拉朽一般。殿下说的是，笑话！区区几个叛军，还需我们大费周章？那岂不是在说殿下与我等是无能之辈？
末将不敢，或许是末将多虑了。杨御史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王毅杀了耿康之后，从林芝馆拿出的周俊志吗？怎么会在叛军手中？王毅是太子的近臣，而且是奉太子之命，从林芝馆调出的周俊志。难道太子怎会与叛军有关？殿下慎言。本王也相信与太子无关，但此事关系重大。你等且在此善后，本王先行一步回去禀告父皇。有劳殿下了。大人，同州军队已被击溃，其他几州的兵马也闻风而逃。此次我们损失惨重啊！好在目的已经达到，你们赶快逃吧，切莫被抓到。是。有人偷听，快杀了他！晋王殿下，快来助我擒下叛党！殿下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！殿下且慢！殿下，殿下且慢，留下一个活口，带回去审讯。还是四叔想的周全。走。